啊，给。这是什么？愿望券。能干嘛呢？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我前几天忙着那个开学的事情就忽略你了，你别生气嘛。嗯。忙到连男朋友的生日礼物都忘了。这个就是礼物啊，这个愿望券啊，它可以帮你实现愿望。以后呢，不管你有什么愿望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帮你实现。你收到了？我保证。那我要你跟我结婚。这个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秀恩爱，别当着小孩的面。OK。哎呀，你话多。你说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那结不结婚嘛？不求。还玩吗？哎，不对，你小葵都输光了，还拿什么我玩？这个。那你干嘛？是不是我拿这个也能跟季夏讲话说？你想得美，这是我的。赢了就是我的。赢了也不给你，下次给我的。小林以后给你投诉。嘿。啊！这边。那天去那菜地拍那胡萝卜吗？不是？什么？不腰片拍成狗粮了？这不是？这拍什么嘛？胡萝卜肯定是不是你跟人去了？就他那技术，一看这技术就是他拍。队长，宋恩的案子你叫停的。队长，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呢？我有那么大权力，我还穿这个啊？雷诺副局长让结案了，我就传个话。他们欺骗诱拐少女，卖卵、代孕，这是一条极其完整的产业链。那宋恩一个人根本搞不定，现在放过他，就等于放过他背后的人。啊，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觉得查下去，不和的女孩才不用提心吊胆。局长不在，您给我个准话，到底能不能查？能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到底怎么查呀？宋恩疯了，他的话不能作为证词。至于那份客户名单，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买卖同罪，所以说对买方来讲，这是一个灰色地带，法律惩罚不了他们。难道你要把名单公布出来，让舆论来谴责吗？也不是，我觉得好了，咱们还是谈一谈廖思远的事儿。廖思远又怎么了？这个小孩不错，我准备让他来锻炼锻炼，让他协助破案。可廖思远还是个学生呢，这不合适吧？是不合适呢，还是对他有看法？舒和，宋恩的案子你办得很好，不过我给你申请的嘉奖到现在一直都没下来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宋恩为什么非要置廖思远于死地？为什么明明逃走了，却又回来自首？宋恩肚子里的手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否有人做局陷害宋恩？这案子确实还有很多疑点。对，不仅有疑点，而且宋恩和廖思远都是永安村的人。说对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廖思远有问题，一旦接触到案件，
他必然会有所行动。这样，我们更便于监视他，人赃俱获。如果他是无辜的，就说明一定是有什么人在针对他，那他就危险了。带在身边，更便于保护他。副局发话了，我照做就是了。先去忙了。好。从增强 MR 的结果来看，你的大脑连接前部和中部的白质比一般强健很多，所以你的记忆力超群。这种超强记忆力通常是由触媒引发，与记忆相关联的某一个细节会立马把你带回那个当下。这时候你的大脑左前额叶会急速充血，这其实非常的危险。如果不是因为触媒自然引发，而是你自己主动去找寻某一段记忆，你的大脑会超负荷运转，这时候可能会感到头疼、恶心、呕吐，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。思远，这是医生跟你说过的话，别逼自己了。人类之所以遗忘，是因为自我保护。那是你的记忆宫殿，不是你的牢房。哥，你还记得苏恩在天台上说的话吗？你跟我斗，社会上了之百姓，他厉害又能怎么样呢？他得罪错人了，他就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10年前那场大火，苏恩一定知道些什么，我想查下去。宋恩已经疯了，我们还能怎么查呢？通知你个事儿，宋恩的案子还没有结束，你有义务配合警方继续调查，协助警方破案。你不要以为我愿意让你接触案子，以后按规矩办事，不要自作主张。戚法医已经知道了，他也同意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继续查。因为我信不过你们。我不会让你的同学白白牺牲。不管是谁在这背后操纵这一切，我都会把他揪出来，说到做到。真能催啊！
喂，努娜小姐，很抱歉，病理结果显示您现在黑色素瘤3期，已经出现了浸润性转移和淋巴转移。请问您明天方便复诊吗？努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明天我不方便。疼吧？不疼。知道疼啊，就不应该跟别的小朋友打架。可是他们欺负苏帕，我最看不惯欺负小女孩的家伙。小小年纪还挺有正义感的啊。那当然了，我以后要当一个跟我哥一样厉害的警察。希望这个世界上除了黑夜以外，不再会有黑暗。那以后要是有坏人欺负我，你能不能帮我呀？那当然了。那你好好加油。哎呦我！对不起啊，木木姐姐，我赔给你。你有钱啊？我没有。对了，你看这个行吗？这是什么？愿望券，我能帮你实现一个愿望，什么都行，我保证绝不食言。虽然是我偷的。好，那姐姐就等着你帮我实现愿望的那一天。嗯。爸妈哥，死他！谁在那儿？为了抓个人，你就敢从5楼跳下去啊？你放心，这种事情只有我才能做得到。以后我不会了。而且他对自己跳楼的事似乎没有记忆，这有可能发展成双重人格的风险。怎么才来？早上有课。警官，有什么需要，
尽管说，我一定配合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知道？上次的案子还需要他多来2趟。舒和啊，他是个学生，我不希望他跟这些事情牵扯太深。听见没？我还是个学生，我回学校了。你好好配合，结束之后立马回学校。帮谁呀你？听见没？好好配合，坐这儿配合。年轻人加油吧！想当年我来警局都是局长亲自接见的，那时候舒和还是3好学生，也没有这种待遇。哥，你老喽。为什么？当一个人总是为过去的事情感到骄傲，不就是老了吗？兄弟啊兄弟，我不是老了，我是死了。这你帮我查一下。你就是廖思远吧？哎，对，这是宋恩案的相关卷宗，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？这么多啊！啊，舒和警官交代了，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，有不懂的地方随时问我，我的工位就在那个角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些受害者的信息一定要保密，万一泄露出去，就是对他们的2次伤害。你先看案卷吧，啊。一个好警察，就是得有同理心啊。看来这警局也不全是像树和这种冷血动物嘛。真正的好警察是要冷血无情，能破案才行。同理心泛滥只会影响判断力。不过能借这个机会接触到宋恩的卷宗，也是件不错的事情。至少我们能知道宋恩在10年前和哪些人有联系。思远啊，不就几页纸吗？你怎么看那么久啊？你顶顶噶？你管这叫几页纸？太无聊了，真希望有新的案子。我希望永远都不要有新案子，没有凶手，没有受害人。说的太好了，我支持你了。加油。这不是努娜吗？这不是我们永安村的那个吗？他现在在经营着一家婚纱店，没想到他也是受害人。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呢。犯罪心理学说过，变态通常先从身边亲近人下手。她是宋恩的亲侄女，宋恩现在疯了。也许10年前那场大火，他能知道些什么？可是如果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们就这样去找他，会不会揭开他的旧伤疤？那么你觉得，是他的旧伤疤重要，还是咱们家的真相重要？最近馬村身體腦槽俾嗰個人反射數連拍，細抄空群，本身高垂，回令你嘴長彈斜負太過對半，腦體損神，本群腦本水，高腦奶全赤破腿，天水蒼水，每望你身被捲把米踩頭牌，數聽意並皮大腿，我經頂門，全陳蠢命很蠢，隨時光杯馬產上水上。故意吧！你想好就认可你。
在。努娜姐今天应该不会来了，你还是先走吧。那我能在这儿等会儿吗？保证不打扰你们工作。行吧，那你随便看，但是别乱动啊。如果一个人一直躲着你，这说明了你的出现造成了他的不安，这代表可能他真的知道些什么，对吧？欢迎光临，我是来试预约的婚纱的。思远，躲起来！赶紧的！小姐，你有什么别的需求可以跟我说。配饰不要太多，行动方便的就行。好嘞，明白。你喜欢简约风格，我可以拿下来看看吗？这一款也挺适合。为什么他自己一个人来试婚纱？我明天再来吧。行，那我送您下去。哎，这个男的是谁？这个人刚调到布河警局不久，应该也是你们警校毕业的，好像叫欧文。哦，是吗？那就没事了，反正就是正常工作嘛。不止这样，我姐这几天下班，好像都是这个男的接的，还有说有笑的，两个人好像很熟。哇哦！但我100%确定他不会喜欢这种男的。哦。思源，你今天没课啊？啊，没课。给美花姐配点药。不穷，三春冰牛的。布里卡加，布吉古纳。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都长这么高了。你干嘛去？我那个里边突然煮了药，我进去看一下，你们继续。不是，我去找过你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见我？见过你啊，在精神病院。你去找过宋恩。我也是刚知道宋恩对你做的那些事，我很抱歉。你抱歉什么呀？以前的那些事儿，从头到尾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再说，现在你帮我抓住了宋恩，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我以前答应过你的，要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伤害。我没做到。别难过，现在保护我也来得及。我最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，这样，晚上9点，相遇酒吧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那场大火的真相。
쇼핑 먹으리? 호핑 머니?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就一直看着我。你的档案显示，你和努娜是二婚，对吧？对。我姐几日身后去世了，是努娜帮我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。队长，吴政科发过来的资料。又是他。几个小时前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一家婚纱店发现一具女尸，死者叫努娜，是这家婚纱店的老板。死者叫什么？努娜。经法医鉴定，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。我们在婚纱店附近的监控里面发现了这个。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追他？我们本来约好了见面，但他没来。再见到他，是在他店门口。我当时路过，他正从他店里面出来。什么时候？案发当晚。努娜姐，我等你到半夜，你怎么没来？努娜姐，努娜姐。你确定死者是努娜？这个微笑不会是？没错，跟兰兰一样。就是不一样的是，兰兰身上有注册的针孔，她身上我连一处开放性伤口都没有看到。剪刀。婚纱店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案发时店里的监控不是人力破坏的，而是被关掉的，所以我们判断凶手应该是对作案环境非常熟悉的人，就重点排查了店里的员工和死者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，但都有不在场证明，基本上在第一轮调查中就排除了。婚纱店附近的监控调查了吗？街上没有监控，马路斜对面的古董店有一个。他们10点半下班，下班以后就会把监控打开，就是这个监控
拍到了廖思远。这个小孩儿，每次命案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是巧合吗？哦，他是解剖的结果出来了，死者患有恶性黑色素瘤，看样子至少已经发展到第3期了。是死因吗？不是，死因符合中毒特征，但具体成分难以辨认。我已经把死者的指甲和头发送去化验了，明天就会有报告。会不会和莱拉体内的是同一种毒品？不确定。死者全身上下别说是开放性伤口了，就连个针孔都没有。我实在是判断不出凶手到底是如何下毒的。却连一个伤口都没有。那是不是冤魂索命啊？你也是老警察了，还说这种话？那头儿啊，就因为我是老警察了，我什么都见过了。但这种邪门的事，我真是头一回见。你说人死了啊，尸体穿着婚纱，脸上还是那样笑的，好像死亡根本就不是什么痛苦的事儿，反而是心愿达成了。这不就是有鬼吗？你没事吧？得想办法在放学之前离开这儿，不能让敏华姐也知道了。可是那天晚上11点之后，我们确实见过鲁娜。而且监控也拍到了。如果她真的是在那个时间之后死的，我根本没办法自证清白。不用着急，我们一起梳理一下。根据已知的信息，鲁娜的尸体是在昨天晚上婚纱店闭店之后才被发现。警方的结论是，她死于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，对吧？对。香云酒吧她没来，婚纱店就是第一现场，所以她晚一点一定会回到婚纱店。你记得那一天你还看到了什么吗？7点试试。这件婚纱重量大概在3公斤左右，穿法复杂，一个活人应该都很难自己把它给穿上。人死后大概1小时左右会发生尸僵，如果把尸体运回了婚纱店再穿上很难实现，所以婚纱应该是在他生前或者刚死的时候穿上。婚纱店就是第一现场。可是她摆在这里好几天了，看起来没什么变化。哎，思远，来接我啊？不是来接你的，我还有事儿，自己回去吧。说的啥呀？一句没听清。10点54，手臂的位置。不对，这是鲁娜。也就是说，在10点54之前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我们11点后看到的不是鲁娜，有可能就是凶手。今天的客人真讨厌，总是我。谁让你长得白，腿又那么好看？谁开车呀？我算了，你的技术，我开。哎呦，上车，走，上车。我说我喝了那你没喝，就没喝，我看见了。走，真巧。
起然，还不如让他多看两天。这个时间我要到家了。都3杯了，挺渴呀。你确定你是有把握的，是吧？我不确定啊，我就是知道你前天晚上见过他2次，一次是在早教中心你们一块上课，另一次是在婚纱店门口偶遇。这说不定是对他很重要的不在场证明。你没把握呀？哎，你俩为廖思远来的？啊，我主要是我有证据，我有廖思远的不在场证明，我有那天晚上的视频。那天晚上我俩在一起排练节目，我觉得这个视频传达出的信息有2点，一个是肢体协调性，还有一个就是节奏感。你看，这走位，你看。所以这是廖思远。跳得这么好，我旁边这个颇为笨拙的是他，你看，差点摔了，一般啊，确实一般，确实一般。我们第2天要去给小朋友表演节目，那彩排到晚上11点呢，那思源也是8点半才走的。8点半走了？上哪儿了？杀人去了？哎，正跳着这么可爱的舞呢，那心灵都被净化了，还哪能去杀人呢？那你怎么解释他出现在婚纱店门口？啊？那他为什么要提早离开早教中心？你俩后来又见了面，他为什么不直接送你回家？怎么解释？啊？怎么解释？李直。啊？他一男的，还用送吗？啊？所以呢？证据呢？所以你俩没有证据啊？拿警局当礼拜天在这玩呢？啊？那天晚上，我和朋友参加一个早教中心的社会实践，我中途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可努娜是在11点之后。努娜不是11点15之后死的，在我遇见马洛，也就是晚上10点54分之前，他就已经死了。监控画面拍到的，根本就不是努娜。接着说。假设监控画面拍到的是他，那他是在什么地方遇害的？凶手是在什么时间把尸体拖回婚纱店？又是在什么时间离开案发现场？为什么10点54分的时候，婚纱店橱窗里的模特姿态已经发生了变化？如果监控画面拍到的不是努娜，而是刚刚杀完人准备逃跑的凶手，这一切是不是就说得通了？但是警察办案讲证据，你有证据证明在10点54分之前，尸体就已经在橱窗柜里了吗？我没有，但我记得。你现在是嫌疑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记得？舒和，你出来一下。
姐。这家店因为橱窗非常漂亮，经常有人拍照打卡。我刚刚翻看了最近所有的打卡照片，看到后面那一张。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当天晚上8点半。你看一下，模特手的位置和死者现场是不一样。看来他说的是真的。行，发一份备份给我，办个手续，把你弟弟领回家吧。我还要加班呢，让他等着吧。等着吧。你这喂鸽子还喂蚊子呢？馆长吗？老金。妈，这不用。别说话。过来。我就是站好。去协助调查，没。一打灾，二打难，三打烦恼心放宽，喜神护体，晦气驱除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来来来，没有。我们看看啊，你说这些人都干什么呀？放着好好的坏人不许抓，怎么会冤枉你是杀人犯呢？明天我就去投诉他们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了吧。走什么走啊？衣服脱了。啊！你这3天2头的进警局啊，慧心不能带进门的。脱衣服。喏，一会儿到了家里啊，赶紧洗个澡，剃个头，知道不知道？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从头做人。还剃头啊？当然要剃头了。剃头就不用了。必须要剃头的，你这都是晦气呀！剃头啊！什么那些警什么这个那个的案件都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操心呐。不是剃头真不用剃了。不要瞎操心，知道吗？不该你管的不要管。怎么了，思远？我只要一闭眼，就能想起努娜那天来找我的样子。我真的没办法把我记忆中的努娜和那天来找我的努娜当成同一个人。这10年她都经历了什么呢？才会让她有这么大的变化？有些人会变，但有些人不会。比方说我，这10年都没有变。你变了？怎么可能？变得不要脸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些年他从泥潭里走出来，肯定吃了很多苦，才能过上现在的生活吧。哥，我想帮他。他看起来确实过得不错，有钱，事业又成功，但是很明显他的状态很差，身体虚弱，心里面又胡思乱想，所以啊，他才会常常疑神疑鬼，觉得有人在跟踪他。你提醒我了。他之前说有人跟踪他的时候，我还没当回事儿。会不会是这样？鲁娜刚要告诉我大火的真相就被杀了。那凶手是不是当年大环的知情者，甚至是参与者？思远，那个假扮鲁娜的人，你记不记得他的鞋子？
鞋子不合脚，他的脚比努娜大。没有美甲，手部皮肤粗糙，应该经常洗东西。这袋子里应该是他自己原本的鞋子跟衣服。有打耳洞，但很久没有佩戴饰品，耳洞已经长死了。发子卡。阿金真的住这吗？同事给的地址应该没错吧？来了，过来。有心做谋。我什么时候能搬你那儿去住啊？这个楼又老又旧的，到了晚上蟑螂各种跑，你都没法睡觉了。这个渣男，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发夹，一个送给老婆，一个送给小三。对，而且阿金有耳洞，我们发现那个人没有，身高不对，指甲的颜色也不对，看来白跑一趟。哎呦，拍照！都已经发现别人不是凶手了，还拍什么照？自中陷阱。特一点。嗨！嗨！所谓制证陷阱，就是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，给对方贴上一个标签，以达到让对方自我辩解的目的。他们现在身份这么的敏感，只要说他们是凶手，他们就一定会自求清白，说出真相。开个价吧，500万。你老婆刚死于非命，你就和她的员工私下里不清不楚，被我知道了没关系，但是被媒体还有警察知道了，你猜他们会怎么想？别血口喷人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和你没关系，那就是和他有关系喽。这事儿跟我更没关系了，你别瞎说啊！据我所知，现在警方掌握的证据，凶手在逃离案发现场的时候，也戴了一枚这个钻石发卡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谁有这枚钻石发卡，谁就是凶手。你没动手，那人是你杀的喽？不是我。哎，我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发卡，阿金头上的跟努娜的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这发卡害死人了！你看他们2个完全没有怀疑对方，这么笃定，除非那天晚上他们是一起发现尸体的。不是你杀的，也不是你杀的，那就是你们2个合谋一起杀害了努娜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。好，不说是吧？现在动机充足，证据确凿，去和警察说。哎，我说，阿江，都跟你说。阿江，为什么不能说呀？非得让警察再来找你才行是吗？你想想呀，到底是被人发现出轨严重，还是被人怀疑是杀人犯严重？我都跟你讲，我们2个早在一起了。我平时晚上8点就下班，但是那天很晚的时候又回到了店里，是因为我和他约在店里见面。尸体是我们2个一起发现的。店里的监控确实是我关的，因为黑点儿安全嘛。监控关了吗？关了。你喜欢这聪明劲儿。等会儿，怎么感觉有人在看呢？哪有人？别走！你等一下。
别，先听我说，我先走，我不能在这儿。一会儿警察来了，你就说你自己看见的，听见了吗？千万不能让我在这儿，记住。但是人真不是我杀的啊！如果露娜是我杀的话，我都不会去献那个头纱。哎，你听见了啊？这我们俩一起发现的尸体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嫌疑了，对吧？自证陷阱，狩猎成功。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只知道这些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不只知道这些。这个地方现在不让进来啊，所以说你出去了别乱说。这个婚纱店就是努娜非要开的，说是跟朋友的承诺。哼，努娜也不会做生意啊，但是没办法，这女人嘛，有点火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喝酒。当时努娜呢，在一个酒吧陪酒。什么陪酒？你不知道吗？说来也巧，我的前妻呢是车祸去世的，当时开车撞我前妻那辆车，就是努娜的小姐妹开的。他们当时一起在酒吧里陪酒，车祸之后呢，那个女孩就坐牢去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太久了，不记得。天哪，杀妻仇人的名字都记不住，唉，跟前妻的关系真是好。不过有件事挺邪门的，当时我太太去世的时候，她的车上有一件婚纱，是她买来我们结婚纪念日拍照用的，结果车子起火了，全烧了。哎呦，不会是她来索命吧？别跟他聊了，你去问一下阿金啊。他说有东西留给我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没说留什么东西啊。那店里最近丢什么了吗？店里，哦，好像少了几套婚纱。那个，有一个小明星叫曼妮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刚火的。他前阵子跑来店里说要拍戏，借一套婚纱，到现在都没还过来。这个人？哎，对，就是他，这人比照片还漂亮。哎，我看啊。哦，他呀，我见过一次，长得一般吧。哎，我想起个事儿来。有一次，我晚上喝多了回家，听见努娜和两个小姐妹聊天。如果当时我报警了，或许他的家人们都还能够得救。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他才10岁，无数个夜晚。我总是想起他脸上又无助又脆弱的表情，我太没用了。茶棚老板，偷听女生聊天不太好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原来努娜把我小时候的事告诉曼妮了。他说的就是你啊。另一个在场的人是谁？不知道，我没看清楚。努娜留给我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如果你们一旦找到，请务必通知我。哎，
只要你别出去乱讲，一切都 OK。怎么样？死亡时间大概是夜里12点，死因符合高坠伤、损伤特征。他的表情和努娜很像，是同样的毒物导致的吧？不确定，具体死亡原因还需要解剖加理化检验才能确定。如果是连环杀人案，这个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今天辛苦一下，加个班呗。我已经在加班了。姐，廖思远，你不回家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去曼妮的剧院找过她，但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今天没有她的演出，所以凶手一定是知道曼妮行踪的人。您不是这个工作人员，请您出去。尸体上带着头纱，一定是因为凶手在现场有条件限制，没法给尸体换上笨重的婚纱，所以用头纱象征性的替代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凶手和杀害努娜的凶手是同一个人。你怎么知道尸体带着头纱啊？我在警局门口听警员说的。泄露案件细节，他们奖金别想要。至于你，立刻回家睡觉。怎么样？给毒理中心打电话了。2周前我就向毒理中心提交了努娜的毒素鉴定申请，结果到现在都没出来。这事儿还是头一次碰到。师姐，你说不会真有鬼吧？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？未知毒素的可能性大一些。未知毒素？如果死者死于未知毒素，需要移交上级去总数据库做对比。报告延迟点也正常。死者名叫曼妮，26岁，演员，被发现时身着白色头纱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的婚纱店杀人案。我们发现她时，身上所有的值钱物品都在，并且在她随身携带的包里发现一个白色纸袋，纸袋中有大笔现金，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。另外，对她身边的社会关系做了摸查，父母很少联系，没有伴侣，单身，连暧昧对象都没有，也没什么朋友。但是身边的人对她评价都还不错，所以仇杀的概率不大。根据初步尸检，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12点到1点之间，和努娜一样，脸上出现了神秘微笑。还有吗？我们认为，婚纱是一条重要线索。第一个死者努娜被发现的时候，身着繁复的古董婚纱。曼妮根据死亡情形来看，没有穿着婚纱的必要，但凶手还是给她戴上了白色头纱。连环杀人案的可能性很高。这个曼妮和努娜之间的关系查过没有？ 8年前，他们曾在同一个酒吧陪酒，曼妮的婚纱就是努娜借给她的。
关于曼妮和努娜之间的关系，有没有别的旁证？8年前我经手过一起交通肇事案，有一个叫蓝小棠的女孩因为交通事故撞死了人。我记得当时死者车后座上就有一件婚纱，曼妮和努娜都在蓝小棠的车上。蓝小棠是个关键的人物，一定要尽快找到他，查清楚曼妮和努娜之间的关系。已经在找了，但蓝小棠出狱以后就失去了踪迹，我们需要一些时间。尽快。我需要那个监控，帮帮忙，帮帮忙。皮困肯定肯定出，的困皮出我们肯定马令可以，还们肯定红们皮加五加米，我们肯定马素一人亲你后面不清楚。有保安在，访客是不是不让进啊？什么访客呀？你不是刚跟家里闹翻出来租房子吗？嗯。来，廖先生，请这边。哎呀，你看我们这边的这个电梯呢，已经完全被保安守住了，那现在只能用那个电梯了。不，没关系，很快的啊。哎呀，说实话吧，昨天晚上死掉那小姑娘挺可惜的，那人才刚活没多久。我最近还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她呢。她会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我刚才听说她为了抢角色还自带婚纱什么的。哎呀，没有，我跟你说啊，廖先生，这个女孩啊，她在这圈子里面拍戏特别拼，而且人缘很好。我就听说她最近跟那个她什么经纪公司在闹解约的事情。哦，就她那个违约金啊，在我们这儿都能买套房了，邪门的很。哦，不是意外。哎呀，照理来说呢，我就是个房产中介，不该跟你说这个东西影响房价。但这事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就昨天在这边的保安吧，他带着警察去调监控，你知道怎么着？他们刚看完监控的时候，那保安当场就吓尿了，说是这个小姑娘在那电梯里头。哎呦，当时。人就像丢了魂一样。我现在跟你说起来，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梁生，哎，人呢？梁生，尼克的监控视频发过来了。画面抖动的时间点，也就是尸体被扔到了电梯顶上。从死者走出电梯到犯罪完成，凶手总共用了5分09秒。可要在5分09秒之内完成杀人，把尸体从1楼带到10楼，并且给他换上头纱。再完成抛尸等一系列动作，可能吗？可能性很低，但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。我们现在可以针对凶手的杀人手法进行犯罪心理画像。心理画像？是的，通过分析犯罪过程，来推断凶手的心理特点，以及勾画出他的相关特征。这其实是一种用来判别连环杀手的常用手段。思远，2个受害者。努娜和曼妮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？婚纱，并且都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做过陪酒的工作。
是的，他们遇害的时候，身上的财物没有损失，而且也没有遭受性侵，而是被一种不知名的毒素给杀害。凶手还选择了婚纱作为他的杀人标志，到底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欲望呢？情杀还是仇杀？正确。但是情和仇有时候是同一回事。2名被害人在死亡时均被穿上了婚纱，且面容相对完整，说明凶手对被害人充满着臆想和憧憬。是男性，而且他还认识努娜和曼妮，年龄必须在28岁到35岁之间。凶手仅因为臆想和憧憬这种强烈的愿望就能行凶，说明凶手性格存在严重缺陷，大概率他的原生家庭并不美满，自小独立，性格内向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肯定曾经和努拉和曼妮有过严重的情感冲突。那然后呢？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这顶楼没有监控，常年积灰，有个脚印。这个脚印目测36码，所以身高在1.62米到1米。不对呀，画错了吧？不可能。这身量怎么看都应该是个女的吧？这是一个女性，怎么可能在5分09秒内跑10层楼，还杀人抛尸？成年男人的体力可能都办不到呢。除非是尸体自己跑上来的。他先是干扰电梯上方的传感器，让电梯门无法正常关闭，再诱使受害者跑进没有监控器的楼梯间，上楼将其杀害，再戴上头纱，最后将他抛进电梯井。如果是这样，5分09秒内，一个女性也不是没有可能完成。不可能画错的。谁都有犯错时候。思远，怎么了？找一下大堂的监控。有点眼熟，看起来是一个蓝黄色的马甲。莱蒙便利店的工服，已经和大厦还有便利店确认过了。同时在便利店打工又在大厦上班的只有一个人，安妮。你好，请问安妮在吗？我就是啊，你是？我是布河大学的学生，帮社区做义工，统计一下居住状况，方便进去聊两句吗？啊，方便，请进。你先坐，我给你弄点喝的。哥，蓝黄色马甲。年龄大概是55岁左右，便利店员工，大厦保洁。月收入大概是3000到5000左右，居住环境一般。平常有买彩券的习惯。家里有个男性，职业不详，平常很忙，很少回家。来，喝点饮料。谢谢。大几了？大4。哦，现在的孩子大4就得出来打义工啊。
可以抵学分。这是便利店的自有品牌。阿姨，您是在便利店工作吗？啊，是。那里的夜班可不轻松啊。啊，是不轻松。我这个年龄啊，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，哪还能挑3拣4呢？收入怎么样？6000普纳，有点少。主要是我岁数大了。问他同居的人是谁？您是一个人住吗？孩子都成家了？要是成家就好了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他忙，他下班了我睡了，他醒了我又上班去了，这一天天的也见不着个面儿。虽说住在这一个屋檐底下吧，跟个网友似的，没什么区别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工作呀？对。打零工，今儿在这儿干，明儿在那儿干，谁知道他在哪儿呢？您不是来了解住房情况的吗？怎么跟人口普查似的呀？我们得充分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，了解收入和居住情况的关系。阿姨，您是在哪儿做保洁啊？金湖大厦。哦，那前天晚上去了吗？我去了呀。您看一下这个女孩照片，那天晚上见过她吗？啊，我见过。这个女孩子我经常见，啊，有钱，长得漂亮，人还挺善良的。您看仔细点儿，确定是前天晚上见的她？不会有错啊，那天是周二，周二她是没有演出的，不会记错的。4人，从画像上来看，这个安妮不像是凶手，而且看起来她和大王案也没什么联系。问她能不能带你参观一下，我们去她房间看看，会不会发现什么新的线索？阿姨，能参观一下您家里吗？我正好做个面积丈量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哎，你看吧。什么都没有。4人，看一下衣柜。阿姨，这个衣柜什么时候买的？